今天又要来开箱新产品啦！正式来开箱这个70200G 2代的镜头吧。讲，因为呢，我11月底，然后12月初的时候，我跟毛老大准备要去日本北海道一趟。那要出国嘛，就会又想要买点器材啊，带出国来体验一下。那我这次购买的东西呢，是我一直很想要买的一颗镜头。这个镜头就是70200G 2代的那颗镜头。我看中它的那个70200的焦段，然后它的体积也是算很轻便的，再加上它还有微距的功能，因为它的微距功能是70到200，任何一个焦段都是0.5倍放大的倍率的效果，就是还蛮厉害的。那之前我有一颗70-180的镜头，它的那个微距呢，我觉得在边缘的画质是有点不太行的。虽然说它有 f2.8，但是我觉得它画质就是算堪用而已啦。对，如果你是中间画质没有问题，但是到边缘画质，不要说微距，就是一般的拍摄，我觉得也还是没有到很好。最主要是那个镜头呢，它没有那个手动跟自动对焦的开关，切换开关。对，我觉得这点会让我有点麻烦，变成我还得在机身上面再另外做一个快捷键来设定，那等于就浪费了机身上的一个按钮。然后呢，70-180这个镜头呢，它其实网络上很多人都在说，就是如果你这个光照转太大力，它要把它拆下来要转太大力的话呢，你可能就会让你的那个镜头的镜筒歪掉还是什么的，所以让我用起来总是会觉得怕怕的。然后它拿起来确实也比较塑胶感一点，质感没那么好。对，就是堪用啦，毕竟它价格也没有很贵，就是 CP 值很高的一颗镜头。如果要买的话，建议就是买70180它2代那颗镜头，会好很多，它改善很多东西。好，那我们不说废话，我们现在直接来开箱我的70200G 2代这颗镜头吧。看起来包装都 OK 了哈，它的包装包的挺完整的，就是还有这种绳子绑好，避免人家去裁缝。然后再加上这里有很多那个什么正面朝上的标签啊，还有易碎品的标签啊，就是有比较好的一个警惕的功能。然后你看它包装是包全部的，它整个全部都胶带贴起来，对，所以它这样子呢也比较不容易被人家就是打开头掉包。只是它包得太好，我也有点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。那我们现在开箱的刀用我这个在瑞士买这个瑞士刀，用这个来开箱特别有仪式感，对吧？包得太好了，反而不好开。啊，我终于打开第一层了。它里面也是包得非常的完整了，你看。然后我们继续开封。然后盒子呢也是完全用泡泡纸去包着的。以前我买镜头呢，我一定都会在 PC Home 买，因为 PC Home 好处就是如果你真的有瑕疵要退货，它比较不会啰嗦。那以前的 Momo 呢就比较退货比较没那么容易啦。但是呢这几年呢我反而变得比较习惯在 Momo 买，因为 Momo 呢它的信用卡回馈5%蛮多的。那当然 PC Home 也有回馈啦，那只是有时候 Momo 它的特价呢，它的打折优惠通常都还会比 PC Home 再便宜个1-2千。有时候就这样，为了钱我们就选择了 Momo。老实讲呢，它这几年退货流程也算还不错啦。你基本上按退货，你不要说把商品弄得乱七八糟，你的如果商品都是维持原样的话，它原则上都会让你退。当然如果你已经打开使用一段时间，你就不要退了。这是就是如果你真的拿来有瑕疵，真的有瑕疵就退。然后如果真的外观有问题，盒子外观有问题，你就直接退，你也不要打开了，免得到时候打开使用一段时间要退，然后就会有很多纷争。毕竟14天鉴赏期不是你的14天的试用期。然后讲，我们看一下外观。外观也是蛮大的哦。然后这里商品没错，70200G 2代有没有 ？G 2代这2。然后这个镜头它的口径是72的，70180那个镜头它是没有防抖的。那这颗镜头它是有防抖的一个切换开关的，可以让你拍影片啊、拍照可以再更稳一点。然后这里有一个警告的标语，
犹豫期非试用满意期，商品使用后不接受退货换货。那这是装箱明细，然后还有最近的广告、最近的优惠呢。哦，对，最近我买70-200G 2代这个镜头呢，注册它会送一个镜头布，相机镜头包布，不知道长怎样，应该就是纪念大于使用吧，我觉得。那剩下就是商品啊，我们就真的正式来开箱这个70-200G 2代的镜头吧。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有一个保护卡，我要跟大家说，就是我最近在找1635G 2代那个镜头保护卡，一直找不到，因为我印象一直停留在以前那个纸本的保护卡。现在保护卡现在都是这种小张的，所以更容易弄丢。所以大家如果有要收藏的话，有要保存的话，记得这个卡一定要收好。然后还好，后来在那个1635G 2代那个镜头箱子里面的夹缝处找到这个小小的一张保护书，不然我真的原本差点吓死。对，因为我原本忘记注册，过了快1年才想起来要去注册保护。里面是长这个样子，然后这里有个这个拉开，然后拉开后呢，镜头就在这里。我摸摸看，哦，怎么好像连束口袋都没有呢？之前都有的啊，2470、24105那颗有，我们公司有那颗镜头，它有附那袋子。那我20mm 的G镜也有附收纳袋，然后反正这颗目前好像没看到哎。对，这样拿起来就是这样，箱子里面，对，就是一叠厚厚的说明书，这么多哎，有需要吗？应该这个用不到啊。这里还有一张，这也是说明书。然后这边看起来是没有东西，我检查一下，对，这边只是保护用的，它没有东西。所以我们主要镜头就是这边这个白色袋子装着的而已。然后重头戏就是这颗啦。会买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是白色的，我觉得人生就应该要拥有一颗白色镜头啊。那虽然说我也知道有那种就是保护贴，你可以把镜头贴成白色。但是那毕竟是用贴的，跟它原本就是白色还是有落差的。白色就是非常的漂亮，它白不是那种真的是死白纯白，它是有点带有一点白灰的那种色泽。我来一个对照组好了，我的滑鼠有没有？这个滑鼠是真的比较偏向全白。那你看这个70-200 2代这个镜头，它就是比较有点再灰一点，灰度再灰一点。然后这里就有一个这种可以用装在脚架上用的一个脚架环，然后这是遮光罩，它的遮光罩不像 GN 的镜头是还有一个按钮，对，就是这样直接装上去。那我们来跟70-180那个镜头来比较看好了。我这颗镜头呢，70-180我也是把它遮光罩拿下来，因为就像我前面讲，它可能会有转动过程，然后就会导致它伸缩筒歪掉的状况，所以我一买来就拆掉，不敢用。它的高度是几乎一样的。70-200G 2代这个镜头呢，它看起来略矮一点，但是因为灯笼它镜头保护盖都做的比较厚一点，所以让它看起来好像有高一点点。不然实际上我这样比较呢，都拿起来看起来是差不多高的哦。然后它们差别是口径啊，就是因为70-180是67的口径，然后70-200G 呢，它是72的，所以有略大一点，所以它的直径确实是有比较大一点的。那它们拿起来的感觉呢，重量我觉得差不多。70-180这颗的1代镜头，它摸起来就是真的比较塑胶感一点。然后它的那个对焦环是在上面，对焦环在下面，然后改变焦距的这个环是在上面。这跟我们一般镜头的使用直觉是略有不同的。70-200G 这颗镜头呢，它一样也有焦段锁，然后它的焦段控制环是在下面，然后焦距是在上面，就比较符合我们平常使用 Sony 镜头的那个顺位啦，那个方向的位置，用起来会比较顺手一点。然后它这里还有附2个快捷按钮给你，3个1颗、2颗、3颗，这有3颗但应该都只能设定同一种功能啦，就是让你方便直的拿、横的拿，然后还有什么拿？这样子拿，这样子，然后跟这样子，对啊，多1颗要
啊，反正多一颗有多总比没多好。那我看一下它上面还有什么功能哈，有镜头的那个焦距锁定嘛，然后还有我刚刚说的腾漏没有的，就是自动对焦跟手动对焦的开关，微距的开关，还有个 Full Time DMF， 还有 Mode 123 OSS 就是防抖的功能。我觉得我还需要再多了解一下，我觉得我还不是很熟对，我觉得它的手感真的是很扎实，很好，确实是比7018那个手感还要再更好一点。应该说好很多啦，就是转起来的感觉更丝滑、更扎实的感觉，然后重量上又没有说比人家重，转起来真的是不太一样，各有优缺啦。这个就是堪用，这就是帅真的是无法挡啊！好，我们现在换上去试用一下，看看有什么感觉呢？而且我现在拿这个会觉得重量差不多，是因为还有加了这个就是脚架的这个支架，如果把它拆掉，应该还可以再减轻一点点重量。哇，帅你不觉得镜头有一颗白色镜头看起来就专业很多吗？超帅，你看，赞！哇，有没有这样感觉就很像专业摄影师？那时候我去北海道，我就用这颗镜头，然后这样摆拍一张，拿去当大头照，有没有？真的超帅的，帅就是无可取代啊！那这个镜头虽然说它只有 F4，如果是照相的话呢，其实现在的降噪功能都很强了。现在如果你要进 Lightroom， 然后再把它那个降噪降回来，其实效果都蛮强的。缺点只是说你可能Lightroom在跑降噪功能要等比较久这样子。我个人其实对噪点没有太 care， 因为其实我也不是做这个商业的拍摄啦，自己生活记录的有一点噪点是没有关系的。如果是录影呢 ，F4 的光圈以我的 A74来讲会有点小，所以我在夜晚拍摄可能就没有那么好。但我也很少在夜晚拍摄的时候使用长焦来拍摄啦。那如果你是 AGS3 或 F3 这种机身的话呢，那 F4 的光圈对你来讲就比较影响不大，因为你有原生 ISO 12800的原生 ISO， 那你在夜晚拍摄录影是没什么问题的。那我们现在就试拍一张吧。我故意给它那个小小的晃一下，看它手持稳定功能有没有好，有没有效果。哟，看起来有比较没那么晃哦。还蛮清楚的嘛。就你看我的手机有在稍微这样动的，这样拍起来还算蛮清楚的，糊的程度没有，有些有稍微糊一点，有些是没有糊的。还蛮厉害的。其实你在看那个萤幕的过程，就是如果你关防抖，然后跟开防抖，那个即时显示的窗口看起来就是不太一样。你有开的话，就是画面有比较稳一点的感觉。然后把它焦段拉远一点试试看。我来拍对面的爱丽丝好了。我的爱丽丝变得好清楚啊！现在我想要测试一下，当然就是0.5倍放大的功能到底是有多强这样。然后会想买这个还有个原因就是，像70、180，虽然说它也有0.5倍的放大率，但是呢，它的0.5倍必须是要手动对焦状况下才有办法的。那这颗镜头呢，号称是70到200都可以0.5倍之外呢，它还可以自动对焦。就如果你是有在拍影片的人，然后你有需要微距的放大效果的话呢，能够自动对焦还是会比较好啦，比较不会说可能移动一下焦点就跑掉了嘛，对不对？像我之前用70、180这个镜头拍的时候，我要拍键盘，然后要这样子拍微距的这样横扫过来，我的过程其实我拍了好几十次才拍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画面这样。那用这颗镜头，我觉得就可以让我更轻松录到我要的效果这样。好近好近，有呢，它70跟200的放大倍率真的是一模一样好屌啊！如果转100呢？100拍出来最近是什么样子呢？也是一样太猛了吧！就是全焦段都是0.5倍放大倍率，太猛了，Sony！我觉得这个镜头
超实用的啊！你要拍商品还是什么的，超实用的啊。这颗镜头 CP 值真的超高，但是我觉得相反的，它的热门程度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高，有点可惜。但也好了，这样我才买到这颗镜头。对，我要看一下它的边缘画质好不好。我边缘画质还是蛮清楚的呢，不错，这颗镜头真的是值了。光这外观就值了，再加上它功能也这么强，更值了，你知道吗？原本我去年是在抢1635 GN2代这颗镜头，就这颗1635的 GN2代。那我之前影片有评测过这颗镜头，就这颗镜头正要上市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镜头一定会很热行，一定会很热门。所以说我当初一上市，我就是在等10点，然后抢这颗镜头，然后也很幸运的被我抢到。那果然一抢完，这颗镜头就缺货。对，那时候真的很幸运抢到这颗，然后也做了一个评测，这样虽然说评测的成效不怎么样，因为我真的拍太久了，然后又太晚才剪出来，有点可惜。1635 GN2代这个镜头我还是蛮推荐的，即便现在有1635 F4 那一颗或者1625那颗狙镜，我还是觉得蛮推荐1635 GN2代这个镜头。你就是我讲过，你直上就不会在那边熊康。虽然1625G 的那个镜头真的是很轻便很香，但是我觉得像我已经有这颗镜头，我就不会想说哦我要去买那个，除非我真的哪一天我真的重到受不了，我已经没办法再负荷这重量，我才会觉得啊那我就换那一颗吧。好，那70-200G 这个镜头跟1635G M2代这个镜头有什么关系？那时候我想，如果我真的没有抢到这个镜头，那我跟它无缘，那我就要改买70-200G 2代这个镜头。那就是因为后来就买到这颗了嘛，所以我这颗70-200G 的2代镜头呢，我就先暂时没买。那等到今年，就是因为要去北海道了，我很想要就是带长焦去日本拍拍看，因为以往呢我去日本我都没有用过长焦来做拍摄过，那这次有这机会，我想用长焦来多拍一些画面来试试看这样子。那时候去北海道已经是2018年，6年前了，那时候我还没有换Sony 相机，那时候还是尼康的相机，然后那时候用Kita 镜跟50mm 的定焦镜这样。然后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再去过日本，然后就是这么多年我也更新了很多镜头的机身啊，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再去日本，然后体验新科技的感受这样。好，那这次镜头就到这边开箱完毕，我可能再找机会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吧。对，我就是觉得我真的很想把镜头这个坑的系列给填完，但是我又一直觉得说我拍不好，我拍的没有像路易斯啊、Jason 他们那么强，也没有像 Kino 那么会就是拍影片，我可能就是只能讲一堆废话，就是热等，可能没有人要听这样。对，像1635 GN2的那个镜头，我觉得我讲的也没有很好，就是真的是靠在欧洲旅游的画面，然后制造一个新鲜感而已。但是我不可能常常一直出国去介绍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是真的很想要把我镜头系列介绍坑给填好，还有达芬奇系列的坑，对，但就是需要再找时间啊，对啊，而且我真的很想把它做好，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想把它做好的心情，让我导致我一直没有办法去真的投入或者真的去做出来。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还是不要要求那么高，就是顺着心去走，你想怎么做，你边做过程中，自然它就会形成你的一个影片。你先去做，自然就慢慢找到说，哦，你要怎么做。对，我就觉得我可能真的想很多，可能我会再想办法，就是让我自己再更积极一点去做这个镜头介绍影片，做出来至少给自己一个交代嘛，不要说把镜头呢放在那边长灰尘，对不对？虽然说有在用啦，但我觉得把实用性的分享出来，其实也是一个蛮有纪念价值、蛮有意义的事情吧，对吧？啊，有没有人看随缘啊？对啊，至少我真的很喜欢这件事情，我真的很喜欢摄影嘛，就是因为喜欢这些镜头才会买这些镜头嘛，我就想要分享给大家，对啊，如果有人有更好的镜头要分享，或者是有什么意见的话，我也都很欢迎大家来留言分享，因为毕竟每个人想法一定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跟我想法有出入，那一定也是很正常的。欢迎大家底下留言。那我们这次开箱镜头到这边，拜拜，那我们下集再见。